金小哥干什么？芷怡小姐，这不可能！明明这鱼只剩下骨架了，怎么还能从鱼缸里游出来呀？这不可能，是真的，这鱼就剩下骨架，还能游，甚至中途从鱼缸里跳出来。这刀工简直闻所未闻啊！可他不就是一个三藏吗？这种高手居然才只是一个三藏 ！Oh my god！ 陈会长，这难道就是你们下蛊的仙法吗？不，这是刀功啊！传说中刀功出神入化，即便将鱼肉割去，鱼姐尚未知道啊，而且还能存活3日。真没想到，在我有生之年还能见到如此神乎其技的刀法。我宣布，这第1场，中华酒楼上。耶！这么难。刀工只是旁门左道吧，厨师比拼终究是色香味，是如何让美食发挥出原有的味道，而不是像你这种偷奸耍滑。刀工在，味道能好吗？活该你只是个三藏。大师姐说的对，味道不好，刀工再好有什么用？这个废物！你不说你的刀工还有敌手吗？就连中华酒楼三藏娘们都能打败你，要你有什么用？不可能，这刀法连我师傅都不会。当今厨师界只有1人。啊！顾志国，这局算我让你。不过你们酒楼只注重这些华而不实的东西，难怪味道越来越差。第2场比试，世纪浓汤。徐老婆婆，这可是你的主场，给我狠狠地收拾他们！老婆子，我已经很久没有出手了。我承认你的刀工很强，但终究刀工是不入流的东西，还得色香味俱全的浓汤，才能真正考验厨师的功底。这老婆子是什么人呢？怎么看着阴气森森的？你管他是谁，年纪都这么大了，还会熬汤啊？咱们大师姐熬出来的汤，可是厨师界的一绝。老太婆，你都这么大年龄了，牙齿也掉得没剩几颗了，恐怕呀，你的味觉也早就消散了。我看你呀，还是赶紧回去养老吧，这里啊，可不适合你。这人怎么感觉好熟悉？哎呀，师傅，你就放心交给我好了。这老婆婆，只怕不是一般人。一个老太婆就把你吓成这样，不过也是，你呢，只是一个上不去台面的三藏吧。你呀，好好瞪大你的双眼，瞧好了。哎，等等，陈岩，她是黑暗厨师徐老婆婆。师傅，不管她是谁，我都不会说，并且会比她赢得精彩的多。哼！嘿，主厨不用担心，陈烨师姐一定没问题。况且她在最近的南省浓汤大赛当中，都是得了第1名。黑暗厨师徐老婆婆原本是武林高手，善用气功，手段狠辣，多次用气功震伤他人5脏6腑，被武林出名。后来加入厨师界，将气功和美食融为一体，以气御食，将食材释放出极致的美味，烹饪出世间浓汤绝味。这老婆婆竟然这来历，以气御食，这真实存在吗？南风啊，你还不懂，你先好好看看吧。一气御
玉石，这便是厨王级别的存在。传说厨神的内力深不可测，他能完美的将内力与美食融合一体，任何食材都能化腐朽为神奇。若是他能好好的利用气功便罢，只可惜他心术不正，还常常用气功伤害其他厨师，才被称为黑暗厨师。那陈烨师姐是不是有危险啊？哇，好香的味道啊！就是不知道这汤谁更胜一筹啊！汤的精髓便是火候，姜还是老的辣。这婆婆呀，一看就不是一般人。老太婆，还是赶紧回去养老吧。这么大的年纪，还在这里丢人现眼。哎，不好！正好把你们一起废了！为什么我汤锅好好的会爆炸？是不是你做了手脚？老东西，你到底行不行？你不是黑暗厨师吗？你不是很厉害吗？他是高手，我们今日先走，再从长计议。再从长计议，你这个老东西就要寿终正寝了。老子花重金聘你，不是让你来养老的。出开！你是不是看不惯我比你厉害，用这种下三滥手段故意打坏我汤锅？住手！南风，你到现在还帮他，要不是他，我怎么会说？陈烨，你还看不明白吗？刚才要不是微微救你，你已经废了。你二人的差距那是天壤之别呀！师傅，这陈烨使用厨具不当，导致食物损毁，不计入比分。第二轮，固执胜。别以为你糊弄了师傅和顾总，你就可以得意。告诉你，你一天是三嫂，你一辈子都是三嫂。先是刀工，又是这种小把戏，你这次也太过分了吧！给我闭嘴！师傅，多谢。我也是中华酒楼的厨师。刀工出神入化，内功就能力压黑暗厨师，慧文到底是什么身份？欢迎大家来到厨神的发布会，让我们恭喜林薇薇女士荣获10届厨神的称号。她不仅横扫18个厨王，连续取得10届厨神的冠军，更将大夏美食文化传扬全世界，是当之无愧的世界厨神。我身边的这3位分别是黑珍珠5钻餐厅董事长、米其林8星董事长、大夏厨师协会荣誉会长，他们今日都想邀请厨神一起合作。合作？我们黑珍珠餐厅虽然遍布全球，却也不配与厨神合作，只希望厨神出手帮我们改进一下菜品。诸位，只要厨神愿意加入我米其林餐厅做顾问，我们愿意出1个月1个亿的薪水。厨神是我们夏国的，怎么可能去你们那儿当顾问？只要厨神加入大夏厨师协会，他便是会长。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厨神闪亮登场。厨神！厨神，请问您获得世界厨神的称号之后有什么想说的？
听说有人为了要吃上您做的菜，贱价上亿，是真的吗？有人说你成为厨神之后欺压普通商家，请您正面解释一下。我宣布，从此退出厨师世界。退出厨师世界，这。厨神，麻烦你说一下。重磅消息！厨神林微微宣布退出厨师界，不再参加厨神大赛。厨神高调退出厨师界，下落成谜。登临世界厨师之巅，厨神却宣布退出，消失不见。你看什么看？你一个后厨的三灶，不好好学习厨艺，每天跟顾总使什么眼色呢？你不会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吧？就是，顾总可是中华酒楼的继承人，还在各国开了上百家的酒馆，弘扬中国美食。要不是在中华酒楼工作，你都见不到顾总这样的人物，所以不敢想的事儿别想。就是，现在能配得上顾总的，也就只有传说中的厨神了。只可惜，厨神怎么就隐退了？哎呀，都瞎聊什么呢？赶紧的来个人搭把手啊！出啥事儿了？还能有啥事儿？又一个二厨不干了，得找个人去大厨房给总厨搭把手啊！哪儿还有人呢？总厨要求那么高，我们去了只会被骂得狗血淋头。你不知道，今天呀，那是大夏厨师协会的陈副会长请国际美食协会的海外华侨理事珍妮吃饭的日子。这事儿事关夏国的声誉，要是咱搞砸了，那陈副会长怪罪下来，那不是咱中华酒楼能承受的呀。陈会长，他现在也是大夏厨师协会的副会长了。哎呦，赶紧的吧，跟我过来给人搭把手。要不然微微试试，他是咱们这儿切菜切的最好的。就他，能行吗？微微来酒楼1年多了，虽然他厨艺不咋好，但是他切菜切的是最好的。微微，去啊！哎呀，行，就你了啊！一会儿你可得给我小心着点。走。哎，找到了，他可以试一试。他不是后厨的三灶，真不懂他有什么好。顾总那周居然让他加入中华酒，你一个三灶，谁让你接大厨房的？厨师长，副会长又催菜了。爸，我要不再找几个大厨过来？不用那么麻烦了，中华酒楼的问题咱们自己就可以解决了，就是他了。你过来把姜切一下。赶紧的呀，磨蹭什么呀？快！师傅，他就是一个三嫂，能有什么用啊？让他帮忙，他不帮大忙就不错了。哎呀，他到底会不会切菜呀？不行，换一个人吧。小王，这姜丝怎么有一种浑然天成的流畅感？每一根都像是艺术。不用换了，就用它了。可是。师傅，中华酒楼的事情咱自己就可以解决了。再说了，等其他大厨来了，这黄花菜都凉了。来，帮陈彦打下手。师傅，他只会帮倒忙的。哎，管不了那么多了。来，抓紧时间，快！还需要做什么？我要做的呢是夫妻肺片，这道菜对切片极为的讲究。这牛心和牛肉的厚度呢约为0.18厘米。这种厚度既可以让肉质不过于薄而容易变干，也不过于厚而影响口感，保持嫩滑的同时呢更容易入味。蒜要切片，每一片都要切均匀。香菜呢每2.5厘米一切，要放多一点。客人说了，他喜欢香菜的味道。还需要做什么？他这刀工，你去做个小菜，清爽一点。别以为得到师傅夸奖你就沾沾自喜，你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三灶而已。哟，你这道菜发挥的不错，
比你往日煮的要好啊。师傅，我今天这也是超常发挥。你看啊，师傅，他这个三造还在这做，要不是他刀工不够精细的话，我能做得更好。这难道是我看走了眼？珍妮小姐，这是怎么搞的？珍妮小姐是不吃香菜的，这怎么每道菜里都有香菜啊？不吃香菜。香菜简直就不是人吃的东西，这简直是太荒唐了。还有，这就是你说的招牌？你们下锅的招牌就只有这样？这简直就是垃圾！你会不会吃啊你？一股粗腥味，一点都不能换。这什么牛肉？哇，这牛肉厚度鲜薄，切的不错，0.18厘米的厚度，分毫不差。真是白瞎了这么好的刀工，做的什么垃圾？苏世国，你在搞什么？知道这场药杯有多重要？这会影响到世界美食协会对我们夏国的评价。若是珍妮小姐不满意，那会直接导致我们美食品牌利益的下降啊！陈会长，这是我们的过失，可是你告诉我们，珍妮小姐她最吃香菜了。What？ 我都跟顾志胜说的明明白白的了，珍妮小姐是不吃香菜的。而且，你看那是什么？哇，甜豆腐脑才是 delicious， 这简直就是一段。等等，陈会长，你是和顾志胜说的？世国，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呢？陈会长，珍妮小姐，作为大哥，你要教训你几句。我告诉你，这菜里面别放香菜，不要做咸豆腐脑。你怎么不重视呢？这下好了，得罪了厨师协会的陈会长和珍妮小姐，老爷子的中华酒楼就毁在你手里了。顾志胜，你为了争夺酒楼，故意设局害中华酒楼，这中华酒楼的名声是小，但损害夏国美食名声是大。别把帽子扣在我头上，你自己不去问问顾客，这弄错了关我什么事儿？你不服气呀？嘿，慢着，珍妮小姐，中华酒楼的菜怕是都有问题啊！你。Amazing， 这就是你们大侠对美食的态度吗？我觉得你们大侠根本就没有美食，太让我失望了。珍妮小姐，您别生气，这不是林薇薇做的菜吗？怎么端到这儿来了？因为什么场合，谁让你把它端来？你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三造，还嫌不够天嘛，是吧？你说什么？你们让一个三造做菜给陈会长和珍妮小姐吃啊？到底有没有把陈会长和珍妮小姐放在眼里？哎呦，完了完了，薇薇闯大祸了！哎，这什么清水豆腐吗？这种廉价的连猪都不吃的东西，你们也敢端上来给这样的贵客？这是个误会啊！误会？这种东西你们自己吃吗？你吃？还是你吃？还是你吃？我看你们是在故意羞辱陈会长和珍妮小姐。中华酒楼的每道菜都是厨师精心制作，我们对食物充满了尊重，绝对不会亵渎食物。像你这样浪费食物才是最可耻的。我浪费食物？这种猪都不吃的东西能称得上食物吗？你既然说这是精心制作的，那你就把这豆腐给吃了，否则陈会长，像这种只会戏弄顾客的人，就不配开什么酒楼。顾志国，今天你把这豆腐汤喝完，舔干净，否则你们中华酒楼就不要开了。他吃啊，吃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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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不可，这明明就是在羞辱你，爹！陈会长，只要你和珍妮小姐今天能消消气，我吃。爹，师傅，你总说不能吃啊！爹，爹。爹，师傅，总说不能吃啊！爹，
这是文字豆腐，横切88刀，竖切188刀，豆腐细如发丝，不粘不连，不碎不断。这刀工简直是出神入化。太鲜美了！顾世国呀，你还会演戏呢，只是你的演技太拙劣了。这东西得多难喝呀，连人品尝都不敢，别人不知道的还以为你在喝药呢。我爸临终前其实是把中华酒楼传给我的，只是被他抢了去。他什么功夫都没学会，就会这弄虚作假。其实说起大夏美食，除了厨神，我谁都不放在眼里。这是我花重金请来了3位顶级的厨师。目前你加入我大夏酒楼，我想肯定能让珍妮小姐满意的。顾之胜，珍妮小姐啊，就是对美食情有独钟，是超级美食品鉴家，在全世界各地都享有盛誉。只要你能够折服珍妮小姐，保住我们中华美食的尊严，什么要求都满足你。我也没有别的要求，若是真能让珍妮小姐满意，那就把中华酒楼的牌匾砸了。好，现在的一些酒楼对顾客的一点敬畏之心都没有，我看啊，这样的酒楼也没有存在的必要了。陈会长，我们中华酒楼都是被顾之胜陷害的呀！顾之胜，既然你想砸我中华酒楼的招牌，何不发起生死擂，堂堂正正的一战？是，好，我满足你，我让你死得明明白白的。陈会长，今日便请你做个见证。好，今日我就和珍妮小姐做评委，来见证你们这台生死擂。厨师界的生死擂？这生死擂啊，是我们大夏特有的擂台，需要由我们大夏厨师协会专业的人士做评委，胜了将严凌厨师界，败了自取招牌，退出厨师界，终身不得再握厨刀，一辈子都不可以再开酒楼。Oh my god！ 你们大夏的生死擂居然如此严苛，倒是对美食十分敬畏。爹，不能意气用事啊！这就是他的阴谋，他今日是有备而来。你要是输了，光儿，你不用多说了，我和他之间是时候该有个了断了。陈会长，我会在比赛中证明我中华酒楼对食物的虔诚，对客户的尊重。师傅，你太意气用事了。顾之胜，今天我们就做个了断。顾志国，你还是这么顽固，一击就上他。你儿子说的没错，我今天来就是要彻底搞死你们中华酒楼。生死擂我早就准备好了，今天我就要把中华酒楼的牌匾劈碎了当柴烧。今日这场生死擂由我和珍妮小姐做评委，其他评委做见证。这第一轮比基础功、刀功。快刀谢飞，幸会。快刀谢飞？难道你是刀王的传人？不错，家师正是厨师界的刀王董振祥。什么刀王？他竟然是董振祥的徒弟。董振祥是谁呀？很厉害吗？董振祥被称为北王刀一派的传承人，其刀工顶峰造极，他对各种食材了如指掌，针对各种食材使用的刀法都不一样，能极大的保留食物的味道，在厨师界是个传奇人物。顾志胜居然能请来这么厉害的高手，这下爹危险了。什么快刀啊，我看就是徒有虚名。师傅，我最近刀工进步神速，让我教训教训。哎，你还不行。姑娘，中华酒楼危在旦夕，还请你出手相助。我去会会他。师傅，你让他去干什么？
要不是因为他，你刚刚都不会那么丢脸。就是，他只不过是三造，还有什么用啊？不要太勉强，有什么需要直接告诉我，我马上带你下来。多谢。这总厨怎么不让大师姐去啊，反而让一个三造去？总厨肯定是有考虑更多的地方。哦，我懂了，这就是田忌赛马，用咱们的下等马换掉对方的上等马。在下谢飞，刀王传人，夏国举办的刀工比赛斩获冠军无数，人称快刀谢飞。你是何人？报上名来。我是中华酒楼的三造。三造？中华酒楼居然如此侮辱我！让一个女人跟我比试也就算了，居然还是个三造！你到底比不比？行，小姑娘，今天算你运气了，我就好好给你上一课。好，第一轮比赛开始。第一轮比赛开始。精准而优雅，快如闪电，这就是刀王的雕刻手法，简直叹为观止。水晶龙宫，居然是水晶龙宫！这冰雕就像艺术品一样，简直太美了。不愧是刀王的传人，这刀法鬼斧神工啊！这不一定赶紧的动手啊！他一个三造，知道怎么处理，更何况这还是雕语。算了，他只不过是咱们的下等马，输了也就输了。晶莹剔透，简直是赏心悦目啊！他到底行不行？我上都比他行。这根本没有什么可比性。女人在家做做饭、洗洗碗就算了，这种场合不适合他们。真是自取其辱，一会儿可别哭了啊！太丢人了，这妹妹，赶紧的下来吧！这输的也太惨了吧，还不如让我上。师傅，都怪你不相信，你看他上台只会给咱们我配，他的刀工连个初学者都不如。不止瓜，厨房终究是男人的主场，你让一个小学徒上，你以为每个女人都是厨神不成啊？这怎么可能？大惊小怪干什么？珍妮小姐，这不可能！明明这鱼只剩下骨架了，怎么还能从鱼缸里游出来呀？可能是真的，这鱼就剩下骨架，还能游，甚至中途从鱼缸里跳出来。这刀工简直闻所未闻啊！可他不就是一个三造吗？这种高手居然才只是一个三造 ！Oh my god！ 陈会长，这难道就是你们夏国的仙法吗？不，这是刀工啊！传说中刀工出神入化，即便将鱼肉割去，鱼血尚未知道啊，而且还能存活3日。真没想到，在我有生之年还能见到如此神乎其技的刀法。我宣布，这第一场中华酒楼上宴！刀工只是旁门左道吧，厨师比拼终究是色香味，
是如何让美食发挥出原有的味，而不是像你这种偷奸耍滑。刀工在，味道能好吗？活该你只是个三造。大师姐说的对，味道刀工再好有什么用？废！说你的刀工还有敌手吗？这招三造娘们都能打败你，要你有什么用？不可能，这刀法连我师傅都不会。全世界只有一人。啊！顾志国，这算我让你。不过你们酒楼只注重这些华而不实的东西，难怪味道越来越差。第2场比试，世纪浓汤。徐老婆婆，这可是你的主场，给我狠狠的收拾他们。老婆子，我已经很久没有出手了。我承认你的刀工很强，但终究刀工是不入流的东西，还得色香味俱全的浓汤，才能真正考验厨师的功底。这老婆子是什么人呢？怎么看着阴气森森的？管他是谁，年纪都这么大了，还会熬汤啊！咱们大师姐熬出来的汤可是厨师界的一绝。老太婆，你都这么大年龄了，牙齿也掉了没剩几颗了，恐怕呀，你的味觉也早就消散了。我看你呀，还是赶紧回去养老吧，这里啊可不适合你。这人怎么感觉好熟悉？哎呀，师傅，你就放心交给我好了。这老婆婆只怕不是一般人。一个老太婆就把你吓成这样？不过也是，你呢，只是一个上不去台面的三奏吧。你呀，好好瞪大你的双眼，瞧好了。等等，师爷，她是黑暗厨师徐老婆婆。师傅，不管她是谁，我都不会输，并且会比她赢得精彩的多。嘿，主厨不用担心，陈燕师姐一定没问题。况且她在最近的南省浓汤大赛当中都是得了第1名。黑暗厨师徐老婆婆原本是武林高手，善用气功，手段狠辣，多次用气功震伤他人5脏6腑，被武林出名。后来加入厨师界，将气功和美食融为一体，以气御食，将食材释放出极致的美味，烹饪出世间浓汤绝味。这老婆竟然这来历，以气御食，这真是存在吗？南风啊，你还不懂，你先好好看看吧。一气御食，这便是厨王级别的存在。传说厨神的内力深不可测，他能完美的将内力与美食融合一体，任何食材都能化腐朽为神奇。若是他能好好的利用气功便罢，只可惜他心术不正，还常常用气功伤害其他厨师，才被称为黑暗厨师。那陈燕师姐是不是有危险？哼！哇，好香的味道啊！就是不知道这汤谁更胜一筹啊！汤的精髓必是火候，姜还是老的辣。这婆婆呀，一看就不是一般人。老太婆，还是赶紧回去养老吧。这么大的年纪，还在这里丢人现眼。不好！
你做了什么？为什么我藏锅好好的会爆炸？是不是你做了手脚？老东西，你到底行不行？你不是黑暗厨师吗？你不是很厉害吗？他是高手，我们自然再从长计议。再从长计议，这个老艺就要寿终正寝了。老子花重金聘你，让你来养老的，出开！你是不是看不惯我比你厉害，用这种下三滥手段故意打坏我仓锅？住手！南风，你到现在还帮他，要不是他，我怎么会输？陈燕，你还看不明白吗？刚才要不是微微救你，已经废了。你二人的差距那是天壤之别呀！师傅，这陈燕使用厨具不当，导致食物损毁，不计入比分。第二轮，顾之胜胜。别以为你糊弄了师傅和顾总，你就可以得计。告诉你，一天是三遭，你一辈子都是三遭。先是刀工，又是这种小把戏，你这次也太过分了吧！给我闭嘴！师傅，多谢。我也是中华酒楼的厨师。刀工出神入化，妹妹就能力压黑暗厨师，到底是谁？陈燕，你赶紧给薇薇道歉。师傅，我凭什么要给他道歉？如果今天中华酒楼输了，也全都是因为他。你快去道歉，一会儿再跟你解释。输了怎么还磨磨唧唧的？没完了！我就说了，靠运气是走不远的。接下来你们还得输。顾之胜，你别得意。如果刚刚不是因为他，我早就赢了。接着，我是不会再让你。你让我们？最后一场可是我们的王牌，本来你们都没有资格见识，现在是你们运气好。顾之国，中华酒楼的牌匾今天我是烧定了，厨神来了都没用，我说的。师傅，接下来交给我，没有他到，我一定能赢。这第三场厨师争霸，双方各派一人上场，完成菜品后，由我们众人做出评选，决出最后的胜者。最后一局了，打垮他们！杀鸡用牛刀，今日心服口服。这人又是谁呀？看着好像比前两个都强。不懂啊，他手上戴的这是什么呀？这是金刚环，难道是他？难道是金刚手陈玄？自从厨神消失之后，便有一人声名鹊起，连续横扫南省多个厨艺联赛的冠军，也是今年厨神争霸的第一黑马呀！居然真是此人！厨师炒菜手中万利，秦玄平时佩戴金刚环，炒菜时居家，炒菜之时锅具纹丝不动，犹如无物。他可是被称为厨神之下第一人呐！顾总，他真的是厨神之下第一人的金刚手陈玄？没错，他便是陈玄，但是有可能不知道，他与厨神还有一层关系。他便是厨神的助手。什么？厨神还有助手？这消息也太劲爆了吧！从来没有听说过呀。能成为厨神助手的，那厨艺竟然一礼顶点呐！我什么时候有助手？厨神的助手？顾总，这事儿可不是能开玩笑的。这还能有假不成？我是花了重金才请来的。这个助手相当于半个徒弟，他跟在厨神身旁，日夜观摩，得到厨神的真传。这一身厨艺，
与厨神不遑多让。厨神不出，便是给他让道，他就是新任的厨神。爸，他说的是真的吗？厨神乃大夏厨师界的顶点，你叔叔虽然为人阴险，但也不至于找人冒充厨神助手。他能重金请来刀王弟子和黑暗厨师，自然也会请来厨神助手。你还挺识货啊！怎么了？投降认输吗？不过，就算你们投降认输，这中华酒楼的牌匾，我今天是砸定了！哈哈哈哈哈！厨神的助手又如何？就算他是厨神亲至，我也敢比试一二。同样是逆质，我就不信这个厨神能比我强多少。你还是太年轻了。我对厨神仰慕已久，未曾见面，老夫今日能与您一战，也算了了心愿了。你倒是识时务，能败在我的手下，是你这辈子的荣幸。第3场比赛正式开始，请双方人员上场。师傅，这场您就放心交给我，不管他是厨神还是厨神的助手，我都有十足的把握。还有你，一个小小的三藏，给我学着点。小姑娘，3局2胜，这已经是最后的生死局了。老夫能否恳请你替中华酒楼出战？师傅，他只是一个小小的三藏，你选他干嘛？是，这不是在比试刀工，而是在比试烹饪了。都说他只是个小小的三藏，有什么资格能代表我们中华酒楼？还是让师姐上吧。是啊，这可是关乎着咱中华酒楼的生死存亡啊！不用多说了。如果说有人真的能击败厨神助手，或许只有他了。师傅，您疯了！击败厨神的助手，就他？我知道了，这个比试就交给我。顾总厨，你确定要让这个三藏来替你们中华酒楼出战吗？你是不是还要再考虑考虑？多谢陈会长，不过我不需要再考虑了。这老头疯了吧？叫一个三藏上场啊？放置一个头藏不用，居然用一个三藏，看来是放弃了。也是，遇上厨神助手根本没有可能性赢。如果你亲自上场，还有1%的可能性，但是你让他上场，连1/1000的可能性都没有。一看走眼了，他的厨艺远在我之上，我不如师傅，您疯了！你在胡说什么？完了，总厨疯了，这下子中华酒楼没救了呀！这顾总厨说这三藏的水平在他之上，这不是在说胡话吗？我看呢，他已经放弃了，想要吓唬一下对面吧。师傅，赶紧换人吧，我现在下去还来得及。好，我什么都不管了，你就等着和他一败涂地吧。他的厨艺还在他之上。一看走眼了，他的厨艺远在我之上，我不如他。他当时都是幸福的满足感，根本一点都不难受。不对，既然你自欺欺人，沉浸在自己的幻想当中，那我就打破你的幻想，把他踩在脚下。姑娘，这一切就拜托你了。是。这个这是什么手法？
错综交错，而且能在一瞬间把肉分成厚薄相等的细片。这肉片并没有分离，每一片都连接在一起啊！肉不分离，纤薄如丝，就算是七七都无法做到这种程度，他居然随手就做到了。厨神的助手都如此强大，这要是厨神本人的话，那还好我没有和厨神助手同台竞技，否则这厨艺比拼只会让我的厨艺之心崩塌。这是宝塔镇河山呐！不愧是厨神的助手啊，怕是已经可以出师了吧？陈会长，您见多识广，这道菜到底是什么来历啊？这道菜便是美食谱排名第2的名菜宝塔镇河山呐！这道菜极为讲究刀工和火候，肉薄而不相连，切肉之时肉片薄如发丝，不可以有任何的断裂和口子，但凡有一点点的失误，便会前功尽弃的。此外，也十分考验火候，慢火炖煮，火大一分，肉则软烂；火小一分，吃之最有异味啊！这可是美食谱排行榜的名菜呀！看来也只有厨神的助手才能够做出来。太精彩了！能见到这个菜，真的是此生无憾呢。这对一个美食爱好者来说，这简直是至高的享受啊！他妈是什么食材啊？鸡爪、鸭翅、羊肘、猪蹄、排骨，还有鸽蛋，整一个大杂烩嘛！拿着别人不要的残羹剩菜，想做出美味佳肴，那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做菜啊！算了，别在他身上浪费时间，还是欣赏厨神助手的厨艺吧。师傅，你现在明白了吧？三嫂就是三嫂，他要是能赢就有鬼了。大师姐说的对，他要是能赢，我把桌子吃了，别说是抓子了。他要是能赢，我把厕所舔干净。这可是佛光普照啊！这是厨神细致的绝技，他果然是厨神的助手啊！这就是厨神助手的实力吗？我在他面前简直就是跳梁小丑，能力在天父面前，这有什么意义？据说用佛光普照内功熏制的菜，不仅浓香四溢，食者更是延年益寿，扶正驱邪呀！我居然亲眼看到厨神的绝技，真的是三生有幸。这种实力，我们还有赢的可能吗？微微，这是在做什么？佛光普照。微微，你也会使用他的佛光普照？他的根本就不是佛光普照，虚有其表罢了。还在讲，就连我见到厨神的助手都要甘拜下风，你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僧侣，偏敢妄言会佛光普照。哎，难道我看走眼了？没办法了，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你们听听他在说什么？他也在使用佛光普照。真以为佛光普照是烂大街的吗？不会有人以为推手就能用出佛光普照吧？看来他已经是神志不清，被实力碾压的内心崩溃了。我倒觉得这小丫头啊，有几分机智，能跟厨神徒弟比试，当面偷师学艺，是多少名厨求不得来的好事啊！不对，我为什么觉得这小姑娘？陈会长，夏虫不可语冰，我看这个比赛没有必要再比下去了吧？不错，这场比赛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我宣布，第3场厨神助手胜。不知国，从明天开始，中华酒楼将永远关闭。中华酒楼牌匾任由你处置。师傅，真是不自量力呀！跟我比，你们有这个实力吗？真是自取其辱！去，把他们的招牌给我拿过来！多好的牌匾啊！可惜今天就要被砸了。多好的牌匾啊！可惜今天就要被砸了。顾志胜，你有本事冲我来！这牌匾是咱爹留下来的，一代人的努力不能毁呀！怎么，你也是个大老爷们儿，别玩不起呀？当初我就跟老东西说了，不适合继承中华酒楼，
他不信啊！可惜他死了，要不然真想让他亲眼看到这一幕。愿赌服输，输者自毁招牌。起吧！起吧！怎么，中华酒楼也是百年老店了，不会都是一群老赖吧？啊！砸牌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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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这是中华酒楼传承100年的牌匾，也是您的念想，千万不能砸呀！是，有什么事直接冲我来，顾南风替我爹收着。阿姨，你先等一下。终于找到了，就是这个。你倒是父子情深啊，可惜生死类就是生死类。陈会长，这大夏协会的生死类还作数吗？生死类是厨师界的规矩。顾志国，难道你今天要违反规矩吗？这不仅仅会影响到你，还会影响到你的儿子。我砸！师傅，等一下，我的也做好了，可以评比了。你没完了是吧？还在这儿胡搅蛮缠，就凭你临时偷师那3两下，你拿什么跟厨师的助手比？赶紧给我滚！你都没尝过我做的，凭什么说我的不足？微微，可惜你上台称了正酒，可他是厨神的助手，也不是我们能比的。是啊，现场偷师怎么能比得过真正的佛光普照啊？他在撒谎，厨神根本就没有助手，他所用的也根本不是佛光普照，他所用的也根本不是佛光普照。你别在那胡言乱语，小心惹祸上身！胡说什么？谁告诉你厨神没有徒弟的？难道你是厨神的本人啊？你一个小小的3灶在这里胡搅蛮缠这么久也就算了，还没完没了了！你再乱说话，等我连你一起封杀了！这丫头开始说胡话了，怕是吓傻了吧？你想想，太医都没见过世面的小丫头，哪里见过这种阵仗啊？就是，这佛光普照还能有假不成吗？小姑娘，我看你一介女流，年纪轻轻，便对你再三忍让。你要是再这么不知好歹，颠倒黑白，我便对你不客气了。他刚才使用的便是真正的佛光普照。我刚才也说，他用的根本不是佛光普照。小小的3藏，连给我提鞋的资格都没有，看清楚了。这个佛光普照太丢人了，简直就是跳梁小丑。女人啊，除了会嘴上巴巴，哪里会有什么真功夫？就是，还敢质疑厨神的助手，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是厨神了。治国呀治国！你推这个3灶上台比试，就是要等这会儿装疯卖傻，戏弄我们所有人吗？对不起，是中华酒楼连累了你。等中华酒楼解散以后，我让南风多给你一点遣散费。我终于找到了，就是这个。美味，真的是太美味了。终于满足了。既然你们不相信，那我就让你们见识真正的佛光普照。佛光普照，万佛朝宗。是他！
师姐，这不可能是真的。这是什么菜啊？这佛跳墙，光普照，万佛朝宗，这才是真正的顶级美食。难道你是？师是真正的万佛朝宗，难不成你是？这等精妙的刀工，这样精湛的厨艺，还有这深不可测的内功，可是厨神林薇薇啊！什么？他是厨神？真的假的？万佛朝宗佛光普照，除了厨神，谁能有出这样的万佛朝宗？韩文荤香飘四邻，佛门气产跳墙来，这便是美食部排行第一，还号称天下第一香的佛跳墙啊！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他们的厨神会来这个破酒楼的。不可能，这个黄毛丫头怎么可能是厨神？他真的使出了万佛朝宗佛光普照啊！太厉害了！没想到薇薇居然是厨神，我居然能跟厨神共事这么久。这才是真正的万佛朝宗啊！师傅，厨神，我终于找到你了！你知不知道，我就是为了追随您的步伐，自称自己是厨神的助手，求求你收我为徒吧！你这也太不要脸了！我真的是很努力的，那个金刚环还佛光普照，你看到了，我真的是每天都在刻苦修炼呐！厨神，求求你收我为徒吧，厨神！原来你是谁呀？我老婆活了这么久，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就是，一个臭骗子被拆穿不脸红就算了，还恬不知耻拜师。喂，沈轩，你敢冒充厨神，简直是罪大恶极！现在还好意思拜厨神为师，我要让整个厨师界封杀你！厨神，我是多个厨艺联赛的冠军，而且是今年的厨神黑马，我的厨艺天分是顶级的厨神，求求你收我为徒吧！哦，对了，我还很能打，只要敢欺负你的话，我帮你揍他。这怎么回事啊？他怎么一句话都不说啊？他不会也是冒牌货吧？薇薇，你真的是厨神吗？厨神？我不是厨神。你不是厨神，你怎么可能不是厨神？除了厨神之外，谁还能使出万佛朝宗佛光普照出来？林小姐，您别开玩笑了，您就是厨神呐！被陈玄蒙蔽了，我还对厨神恶言相向。没想到，刚刚是我的失误，比赛结果不错。现在我要重新宣布第3轮比赛的结果，是中华酒楼厨神林薇薇赢得了第3场比赛的胜利。啊耶耶！耶！这生死类我们赢了，我们中华酒楼的100年牌匾保住了。多谢厨神相助，今天要不是您的话，我们酒楼的牌匾就被砸了。从今以后，您就是我中华酒楼的恩人，也是我们顾家的大恩人。您就是我中华酒楼的恩人，也是我们顾家的大恩人。今天的生死类，你输了。我不服！要不是你运气好，不知道从哪来捡了一个厨神，今天赢的是我。输了就是输了，你还不认？你想怎么样？尽管说。我们也是兄弟，我们不该走到这番田地。当初爹之所以将酒楼传承给我，原因皆是你对食物没有敬畏之心。我们中华酒楼不是为了赚更多的钱，而是为了传承夏国美食，让每个来吃饭的客人能吃得踏实，吃得满意，让每个普通人都能吃得起真正的美食。像你这样唯利是图，只注重收益，到时候肯定会偷工减料，以次充好。也无法让普通人尝到真正的美食，那反而会败坏我们酒楼传承100年的操守。说得好，说得好，这才是真正的餐饮工匠精神。难怪厨神愿意待在这里，中华酒楼确实名不虚传啊！郭志胜，从今天开始，你将永久被美食界除名，还有你，也禁止参加任何美食比赛。师傅，
微微，微微，你为什么否定自己厨神的身份呢？我只是一名普通的厨师，一名和其他大多数厨师都一样，对食材有着感恩和敬畏之心的人。所以，因为这个，你不想成为凌驾于别人之上的厨神吗？我一直都想推崇夏宫美食，梦想让每一个人都能品尝到那份独特的味道。可是，当我成为厨神之后，我发现，一个人根本改变不了什么。既然一个人解决不了，那两个人，我相信事在人为，只要你认定的事情，就一定能做到。微微小心！Oh my god！ 南风，醒醒，醒醒！南风，我师傅在哪儿？谁他妈敢动我师傅？南风，醒醒啊！南风，厨神在哪？我要吃厨神做的菜。微微，风儿，南风，你没事吧？厨神呢？厨神在哪里？师傅，你到底在哪里呀？我们被袭击了啊！厨神被绑走了。啊！谁敢动我大夏厨神？这简直就是在公然挑衅我大夏厨师协会！快去找他！庆幸一定还没走远，快！哎，今天天气还真不错。是。咱们这个月的经营不太好，哪有多余的钱接济乞丐？饭馆规矩，这门前100米内要是有乞丐，必须得给口吃的。现在我们夏国百姓的日子好了，不像以前饥荒那些年了。我以前也流落街头，还是中华酒楼接济我才好起来的，是吧？姑娘，你不要害怕，我们不是坏人啊，孩子，孩子不要害怕，我们不是坏人啊。没事，你坐在地上凉，起来吧，我们去里面坐，好不好？起来吧，孩子啊，别感冒了。进来吧。孩子，你叫什么名字？是不是遇到什么难事了？哎，可怜的孩子。红汤面来了。来，吃点面，热热身子啊！赶紧吃。来，微微，趁热吃呀啊！谢谢奶奶。哎，姑娘，你怎么了？你没事吧？应该是受到了什么刺激，先让他平复一下，到时候吃完面，我们给他送到治安署去，看看能不能找到他的家人。别哭了，孩子啊！来，吃碗面，热热身子就好了。姑娘，先吃面，趁热快吃吧，你尝尝我的手艺。这姑娘不寻常，她的手好像被人打过。居然对一个小姑娘下这样的狠手，真不是个人。哎，先别说这个了，
他可能脑子受了刺激，失忆了，得让他慢慢恢复。也是受过苦的呀。姑娘，还要不要吃？我再去帮你煮一碗。姑娘，你要是没地方去，接下来就住我们店里吧。忙的时候你就帮我照顾一下客人就行。啊，那你先坐一坐。就在3日前，消失1年的厨神你看我在中电视吧华酒楼再度使出美食绝技，只是在厨神出现之后，疑似遭遇危险，下落不明。厨师协会和各方代表都在寻找厨神的下落，知情提供线索者可获得1000万奖励。多好一个小姑娘，谁会对一个小姑娘动手？但愿她遇到的都是好人吧。谁敢对我们大夏的厨神动手，我第一个不放过他。他可是把我们大夏的美食带向了全世界。希望她能遇到个好心人吧。老婆，过来给我帮个忙。哎，林大山，不是让你们搬家吗？怎么还不滚呢？房东，不是说好续1年房租吗？你怎么这么不讲诚信？说好啊，说好怎么了？签合同了吗？房东，你可不能这样刁难人呐！这周围还有那么多的老人，他们就是为了吃这口清汤面。我们要是搬走了，他们怎么办呢？我答应过他们，要把这面馆一直开下去。可别说我刁难你，你看我混得这么惨，就不能好好赚钱吗？还动不动就施舍乞丐啊！面还卖的那么便宜，反正那些老不死的留钱有什么用啊？你卖他们贵一点，多挣点不就完了吗？都是乡里乡亲的，不赚那么些钱。那你就赶紧滚！哼！那你给我滚蛋！没钱装着什么冤大头？我告诉你啊，看见了没有？这几位可是学过东瀛厨艺的大厨，房租给的比你多多了。东瀛的厨艺，大夏的饭菜勉强还凑合，但论起面食的话，我东瀛的拉面比你大夏的美味1万倍。你还是赶紧把店让出来，让我们好好弘扬东瀛的美食。就是，那个东瀛的豚骨拉面，那简直是一绝，吃完以后飘飘欲仙呢。大夏美食源远流长，川菜、鲁菜、粤菜、苏菜、菜、浙菜、湘菜、徽菜，就这8大菜系还不够你学的吗？学的上不了台面的东瀛菜。8大菜系固然还行，但论起东瀛菜系的精妙之处，根本不是你能理解的。你的清汤面清汤寡水，一点味儿都没有，你就认了吧。夏国的面食不行。我告诉你，你可以说我不行，但是你不能说华夏美食不行。我一定会将大夏的美食传遍全世界，让全世界都知道我们大夏的美食。不服气，那就出身生死类啊！生死类？怎么怕了？怕了你就老老实实关门走人，承认大夏面食不行。张凯，你别忘了，你也是夏国人。美食不分国界，好吃就是好吃啊！我告诉你，今天你能够吃饱，那是多少年前大夏人的努力，而他们当初让我们都吃不上饭。你别跟我扯那些乱七八糟的，我听不懂，你就说你比不比吧。不比你就赶紧收拾东西走人。哦，对了，还有那个乞丐，马上给带走，否则别怪我大不客气。不比就赶紧走！还有这种臭乞丐进我的店，把我的店都弄脏了。愣着干什么？你们干什么？干什么？现在这里是我的店，这种臭乞丐当然是先给他丢出去了。动手！你要比，那就比。老公，比就比，那我们就生死类。我没听错吧？你还真敢生死类啊？就因为这个臭乞丐？只要进了这个店，就是我的客人，没有3、6、9等之分。别再说这些漂亮话了，你就准备退出厨师界，
以后也别再开什么面馆了。林大山，没想到你还真有点骨气。那今天便让大夏厨师协会的专业评委来评判一下。评委？说这里有人要举办厨师生死类，我们几个可以作为此次比赛的评委。原来你们早有预谋，居然提前联系了大夏厨师协会的评委。那当然了，我们东瀛拉面要是想打出名气，除了生死类之外，还有什么别的更好的选择吗？今日我就要踩着你们扬名出世界。你就别，那我们就生死类，进中华酒楼出战，我就要踩着你们扬名出世界。老公，怎么了？你们双方没谈清楚吗？事到临头，你们还想临阵退缩呀？后悔了就赶紧滚出去！老婆，你先去照顾好他，帮他洗澡，换上干净的衣服。如果我输了，就送他去治安署。那你在这儿？是的。这个是怎么好熟悉啊？会长让我们找的厨神长什么样来着？哦，我这有照片，厨神先前从未露面，3天前好不容易露了面，却又消失了。要是能提供厨神的线索，可是由中华酒楼提供的奖金1000万。只可惜啊，以我的地位，始终没有资格见厨神一面。好了，别磨磨唧唧了，赶紧来比试吧，借你这边的破书房用一下。姑娘，你没事吧？甜美，太甜美了！这猪骨汤中的骨髓和胶原蛋白充分释放，汤汁奶白，质地浓厚，不仅味道十分鲜美，还很营养呢。是啊，这配菜中的叉烧煮蛋、海苔葱花以及木耳，更是增加了层次感和口感的丰富性。老夫吃过许多汤面，但像这样鲜美的豚骨拉面，确实十分罕见。这可是加了特制配方的，当然鲜美。老东西，你也来尝尝吗？要不然我怕你输的不服气。怎么样，死心了吧？就你做的这碗面，就算是给狗都不吃啊！我看就别污染评委的嘴了。你怎么能糟蹋粮食呢？这算粮食吗？这是猪食。好了，快点认输吧，别耽误大家时间。他还没有输。这人怎么跟刚才的照片好像啊？你谁呀？这是我和面馆的挑战，别在这捣乱。老婆，她是……我也不知道啊。但这姑娘长得挺漂亮的，我总感觉她长得好熟悉。姑娘，你也太美了吧！能借我件衣服穿吗？还有，可以借我个手机打个电话吗？有，我这就去拿。我管他是谁啊！别拖延时间了，评委可以宣布比赛结果了吧？老婆，对不起，我的厨艺的确是比不过人家。我要是早知道他们来提款，我就去中华酒楼请大厨过来。现在说是妹子晚了。老公，不管你怎么样，我都会陪着你。既然这样，夫妻面馆已经没有厨师了，那就宣布比赛结果吧。等等，夫妻面馆还没有输。什么？你想替他们上场啊？林大山，你们夫妻还真是病急乱投医啊！就随便找这么个人就想赢我？
啊？他们对汤面的确是很有研究，我的厨艺不够强，得需要非常专业的厨师高手才行。可就是刘鑫帮咱们也赢不了。算了，他都上来了，就让他试试吧。真是痴心妄想啊！既然你们自取其辱，那我就不拦着你们了啊！要击败这个东营拉面，至少也得是大厨啊！这小姑娘只怕是不行吧？惺惺相识的感觉，到底是什么？我还以为是什么了不起的东西，原来就是一碗清汤面啊！这清汤寡水，食之无味，能有多好吃啊？你们或许永远也无法体会，在饥寒交迫之际，一碗热腾腾的清汤面意味着什么。你嘴真硬，就是你说再多，它也就是一碗普普通通的清汤面。这是清汤面。这是什么草？这不就是阳光送到我呀！这是人间美味啊！我从未吃过如此美味。你到底是什么人？这就是一碗简单的清汤面，有这么夸张吗？啊！你们都来品鉴一下，来。今日喝了这清汤面，才感觉这辈子不白活了。不过这豚骨拉面就逊色三分，哎呀，有些油腻了。你们几个老东西演我是吧？就这么一碗清汤面，被你们说的像山珍海味一样。如此寡淡的清汤面，它能有多美味？等等啊，果然有黑幕。老子才不惯着你们！这味太美味了，这辈子都没有吃过这么美味的面啊！住口！你给我住口！小子，你不讲武德呀！连口汤都不给我留！我输了，我输的心服口服。我从来没有想到，如此平平无奇的清汤面，能做得如此美味啊！我根本不配当厨师，我求你，收我为徒吧，收我为徒吧！到底是什么人？整个美食界，你一人的厨艺能达到这种登峰造极的状态？这一口清汤面至于这么夸张吗？难道我们选了个免费的大厨？能够让厨师协会的专业评委都如此震惊，只怕他不仅仅是大厨这么简单。求求你，收下我吧！我求求你，我。小伙子，你这是怎么回事？你不会是想碰瓷儿吧？没事，不知道为什么，我脱完鞋以后，反而感觉自己的身体轻松了不少。你中毒了？我怎么会中毒啊？这拉面有毒！怎么可能？这个拉面是我亲手做的，怎么可能有毒啊？这拉面中融入了一种特殊的成分。短时间内品尝难以会发现其问题，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其潜在的毒性会慢慢渗透你的体内。老夫就觉得拉面虽然鲜美，却有一种说不出的味道。原来加了那种东西，我知道了，就是它。果然就是这个东西。当初
我便是因为制止了一些商家使用这种有毒疗膏，结果遭人误解，这才心灰意冷，退出厨师界。算你小子运气好，要不是今天遇到这位高人，今日就是你的死期。多谢大师救我。如果老夫所料不错的话，你是在这面汤中加入了解药，所以这面汤才具有了解毒的功效。不对呀，若汤面中加了东西，那它的味道不可能如此完美啊。还有一种可能，有一个人，他的厨艺已至化境，他独有的厨技佛光普照，所烹饪的菜肴具有驱邪扶正之神技。这清汤殿中没有解药，只是蕴含浩然正气，所以才能邪毒。他怎么这么厉害呀？老婆，咱们这究竟是救了谁呀？我也不知道啊。你这调料包是谁给你？是一个东瀛人。哦对，他叫山本一郎。山本一郎。谁在诬陷我们东瀛的美食？本一郎，这料理包就是你给我的，你还给我钱，说要资助我创办东瀛拉面馆，没想到你一直在害我。哎，兄弟们，饭可以乱吃，但是话不可以乱讲。我出钱资助你创办面馆，可是我没想到你却在调料包里增加佐料，企图破坏我们面馆的名声。今日我便是来清理门户的。你贼喊捉贼啊你！这就是你给我的，你。山本一郎，这是下毒，不是你放肆的地方。你们大厦也有清理门户的说法。那我清理门户和你们没有任何关系，识相的赶快滚开，否则要是伤到了你，就别怪我不客气。我是东瀛人，这是我的店，不是你放肆的地方，赶紧滚！不是你放肆的地方，赶紧滚！我刚刚还向你发起生死类，想要抢夺你的店，你现在竟然来帮我！只要进了我的店，就是我的客人，我不能不管。你要记住，如果连家人都不能帮你，这些外人就更不可能帮你。谁敢插手我们的事？是你。原来一直以来都是你在暗中算计，推波助澜。看来你还不算笨，可是这又能怎么样？你的手已经废了，还能有什么作用？老婆，一会儿护着他跑。他们伤不了你。一个小姑娘就别整傻了。我已经叫人了，人马上。你能叫什么人？况且已经来不及了。请给我这！看谁敢动他！我看谁敢动他！中华酒楼的少东家顾南风，他怎么会来我们店里？这些姑娘到底是什么身份？动作真快，是这个贱女人一开始就准备好了吗？幸亏你没事，否则我真是难辞其咎啊！副会长，师傅，谁敢动我师傅？金刚手陈玄，先是中华酒楼的少东家，又是厨师协会的副会长，还有厨神手下第一人金刚手陈玄，难道都是为这女娃来的？到底是什么人啊？就是你对我们大夏厨神图谋不轨。他是厨神，他是厨神！原来我们捡了个厨神，没想到这臭乞丐居然是厨神！果然，除了他之外，没有人能够返璞归真。如此简单的食材做出这样美味的料理，我早该想到的呀！什么？我刚才居然在和厨神比试，我还吃了厨神做的面，我不是在做梦吧？各位，你手怎么了？一郎，你竟然这样对薇薇，其实血债血偿。你们大夏那可是法治社会，管你妈！敢
伤害厨神，就是跟我大夏美食界作对。我们厨师协会是不会放过你的。你们不能再伤害我了！早晚我已经向大夏美食协会提出挑战了。如果你们再敢伤害我，那各国就会知道你们比不过我，而使出这种阴险的手段，那你们大夏的名声那可就臭了。伤害卑微，你说什么都没用。哎，动手啊！来，难道还继续打我呀？那就更作实了。你们大夏美食不如我们东。陈会长，他说的是不是真的？是真的。在你消失的第2天，东瀛就向我们大夏厨师协会发起了挑战。这件事就是他们的阴谋。微微，当务之急，先治好你的手，不用理会他。不错，你早已经横扫各国厨师，即便你不跟他们比，也没有人觉得会是你败。你的厨神称号不过是有名无实罢了。你有本事跟我堂堂正正的比一场，那我就服了你了。嗯，好，我答应。微微，这一年，我一直在找寻美食存在的直至现在，我才明白美食存在的真正意义。每一种流传的美食，它都有一个故事，这也是一种文化的传承。之前我选择逃避，但今后不会再逃避，我会堂堂正正击败他。我们走。微微，你的手还能参加比赛吗？跟他们比够用了。我认识许多杏林圣手，我马上联系他们给你试试。啊，这个是你电话里跟我说的救你的老板跟老板娘吗？要不是他们，我应该就危险了。谢谢你们救了微微。来人！我们不能要，我们真不能要。不，这是我的一点心意，请你们务必收下。还有，这是我的名片，以后遇到什么事直接联系我。哎，这，真是多谢二位。如果不是二位出手相助，我们大夏美食界将会失去一颗定海神针呢。哎，这是我的名片。从今天开始，你们饭店将是我们大夏厨师协会的重点对象。你们才是真正令人敬佩的厨师啊！如果有人找麻烦，就来找我。我虽然精通厨艺，但也通晓权术。老公，我们不是在做梦吧？我也不知道，老婆你掐掐我，不是做梦，不是做梦。大山呐，你们傻站着干嘛呀？今天还做面吗？做，还是你做的清汤面，我呀最满意了。快，你也请。哎，可惜呀，我还没尝过厨神做的面呢。我也是。走吧。老公，快过来！这也太美味了！欢迎大家来到大夏东瀛厨师交流赛的现场。这是由东瀛厨师山本一郎向厨神发起的挑战。
下面有请双方入场。你的手伤还没有好吧？我看你拿什么跟我斗？你根本就不算个厨师，跟你比，哪怕不用手，你也赢不了。哼！请双方厨师就位。下面让我们隆重的介绍一下今日的评委：海外知名的美食品鉴师珍妮，大夏厨师协会副会长陈龙健先生，东瀛美食协会会长英子小姐。除了3位权威的评委外呢，还有6位大众点评美食家。本次比赛分为3局2胜，为了公平起见呢，本次食材将从食材库随机挑选。现在比赛开始。第一场选定的食材为肥肠，双方可以开始了。微微，你要怎么做？我来给你打下手。外敌当前，我也会帮你的。不过，就算你是厨神，我也不会服你。感谢你们了。What？ 大肠，这也能作为食物吗？啊，是的，这肥肠啊，口感丰富，软糯而富有弹性，是绝佳的食材。其中九转大肠更是我们大夏的名菜呀。若是比肥肠的处理，我们东瀛也不逊大夏。而且我个人觉得，要想肥肠更加美味，必须要保留肥肠一部分原本的味道。What？ 这是我东瀛入侵夏国的第一步，无论你做的再好吃，我都不会投票给你。这次的比赛我们一定要拿下，否则就都得切腹自尽了。嘿，开始吧。时间到。现在可以看到，双方厨师已经做好了菜品。现在邀请3位美食品鉴师进行品尝。首先呢，是来自东瀛特级厨师的作品。不错，不错，这火候啊掌握的很好，在慢炖的过程中，肥肠更加入味细腻。我给90分。你已经评分了，我给你们的厨神0分，这第一盘就是。没想到这个肥肠居然如此美味，很不错。只不过，有些许腥味，我接受不了，所以我只能给85分。85分？真是太美味了，不愧是我们东瀛特级的厨师。与珍妮小姐不同，我认为这里面保存的一点异味，恰好是我们东瀛最喜欢的。倘若没有肥肠原本的异味，那吃的就不是肥肠。所以，我给的评分是满分，100分。100分？
太不要脸了吧！这就给100分，一点职业操守都没有是吧？就是，他这哪有什么好吃啊？这不公平！对，不公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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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安静一点，不要破坏比赛秩序。可能你们不理解，但是不怪你。我们东瀛一向追求原汁原味，也就是食物本身的味道。倘若你们处理的肥肠刨除了所有的异味，那我只能给你0分了。这也太无耻了，我真看不下去了。肥肠还需要保持原本的味道，那不是里面要有屎吗？他要给0分，那厨神不是输了吗？现在请众人品尝厨神林薇薇的作品，请。厨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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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感软糯适中，咬下去之后有一股浓郁的香味儿，而且还去除了所有的腥膻味儿。哎呀，真是令人回味无穷啊！我给满分。终于又可以吃到厨师的美食了，我想这一口可是想了好久了。就是这个味道，虽然是不一样的菜色，但是这直击灵魂的感觉，真的是太棒了！满分，我给满分。太好了，又是满分，我们赢定了。这个不可说，如果那英子要是给咱们打0分，咱们就输了。他不会真的这么厚颜无耻？这是比赛，不是小孩子过家家，赢才是最重要的。林薇薇，不管你做什么，只要我说0分，你信你输。我做的这是什么东西？这能吃吗？我们厨神呢，特意根据评委口味的不同，特意研发了不一样的，知道贵方呢喜欢非常原本的味道，所以我们对这些菜品呢稍微做了一点点调整。厉害啊！不愧是厨神，早就看透了东瀛人的嘴脸。他们不择手段，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他们不是想要非常原本的味道吗？那我们就给他们原本的味道，原有的味道。那岂不是让他吃屎啊？各位，真漂亮！请东瀛美食协会会长尽快品尝美食。这怎么尝？你是想让我吃屎不成吗？0分，我给这道菜加0分。根据比赛规定，评委只有品尝美食之后才有资格打分，若是放弃品尝的话，则放弃评分。那么按照规定，则由陈会长和珍妮小姐的评分为准。也就是说，本轮林薇薇小姐的分数为满分。英子小姐，其实你完全可以相信我和珍妮的公平公正性，你是可以不用撤。不错，我敢用我的人品保证，林薇薇小姐做的菜绝对比山本一郎要优秀的多。该死，你不能放弃。不行，胜负大于一切。我们不能输给下人。薇薇，还真有你的！薇薇呀，你这脑子还真挺聪明的。这吃原味肥肠在枪岛，那味道简直不敢想象啊！你可别说了，我都恶心死了。这东瀛人的口味真是神奇呀！谁能想到他们喜欢吃原味的肥肠，而且还要细细的品味那个味道。0分，0分！英子先生，你刚刚说过喜欢肥肠原本的味道，如果没有原本的味道，你就要给0分。可是现在有了肥肠原本的味道，你怎么还要给0分？你居然太少！英子小姐，我和你不一样，我不喜欢肥肠原本的味道。可是你现在的嘴里全是这个味道，你还是去漱漱口吧。
所谓厨艺交流会啊，就是要保持公平、公正、客观，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起到交流的作用。但是如果都像英子小姐这样，我看啊，这样的交流会大可不必要继续下去。Yes， 我也同意。他已经失去了一个美食评鉴师应有的操守，这已经根本就是一场不公平的比赛，更是一场闹剧。是啊，这就是一场笑话。厨神早就不需要任何荣誉去证明自己。我看这东瀛的厨师，只有先取得厨神拥有的成就，才有资格挑战厨神。我们是世界美食组织成员，刚刚收到消息，世界美食协会在东瀛调料包中发现了有害物质，我们已经将东瀛美食组织剔除，并且剥夺你美食评鉴家的资格。很遗憾，这次的比赛就要结束了。东瀛美食组织若是被世界美食协会所剔除，那么他们就没有资格向大夏美食协会发起挑战。不可能，怎么会这样？因此，你已经没有资格待遇。保安，把他请出去。放开我！每一个食材都是上天的馈赠，将食材制作成美味佳肴，是我们每个厨师的基本操守。而你们将食材作为纯粹的赚钱工具，不择手段，你们不配成为厨师，你们已经被食材给骗了。你别胡说，食材就是食材，胜利就是胜利，何来的食材验过？难道食材还有生命吗？没错，食材就是有生命，每一份食材都源自于自然，蕴含着生命的能量。每一口美食都来自动植物生命的尊重和感悟。只有尊重食材，尊重生命，才能制作出世上真正的美食。你别胡说，你给我闭嘴！我们刚刚调查，你违禁向食物中添加有害调料，请跟我们走一趟。你别过来！不，我还没有闭完！不！微微，这个地方我怎么感觉这么熟悉啊？你不是一直问我为什么要去中华酒楼吗？是啊，当初你在最巅峰的时候，突然隐姓埋名退出厨师界，然后待在中华酒楼这么久，到现在我都不知道为什么。是奶奶叫我去的。我们中华酒楼给你们送点食物来了。奶奶告诉我，民以食为天，只有真正了解了这句话，才能成为一名好厨师。她告诉我，如果有一天我忘记了厨师的真谛，就要我去中华酒楼。哎呦，您慢点，里边有的是好吃的啊，当自己家一样。谢谢老板。没事，快进去。哎，小兄弟，当自己家一样啊，多吃一点。老板行啊，老板太棒了，行啊，老板真好。行，老板。应该的。以后啊，大家常来，当自己家一样啊。以后一定来啊。